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最新一期每周市场监测报告，日期是2026年3月23日。这份报告的主题非常引人深思，叫做 Testing Gold's Resolve， 翻译过来就是说考验黄金的决心。如果你持有黄金或者正在考虑投资贵金属，今天的内容你绝对不能错过。让我先给大家抛出这一期内容最震撼的数据。上周黄金经历了自2008年10月金融危机以来最惨烈的一周，伦敦金银协会下午定盘价暴跌 9.6%， 跌至每盎司4563美元。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调数字，而是一次对整个黄金多头趋势的严峻考验。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市场的快速和广泛波动让人联想到2008年和2020年的那些极端风险规避时期，当时流动性动态暂时压过了基本面的因素。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黄金基本逻辑的崩塌，而是一场流动性驱动的技术性杀跌。更关键的是，黄金现在正朝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撑区间靠近，就是4090美元到4066美元这个区间。这里不仅仅是长期200日移动平均线的位置，更是2022年到2026年整个上升趋势的 38.2% 的斐波那契回撤位。能否守住这个防线，将直接决定黄金是短期调整还是趋势反转。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现在我们深入分析具体的市场数据。根据报告第3页的详细回顾，这次暴跌的直接推手包括几个核心因素。首先是石油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美联储极其强硬的鹰派立场，这彻底浇灭了投资者对2026年降息的希望，推高了债券收益率，导致全球黄金 ETF 出现了加速流出，主要集中是在美国的基金。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西方投资者在大举撤离，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投资者却在持续增持黄金 ETF 产品。更有意思的是，根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基金经理在 COMEX 黄金期货中的净多头头寸反弹到了7周高点。这种分化说明市场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博弈，而不是单边的一致性看空。让我们仔细看看第7页的市场表现和定位的表格。这个表格信息量非常大。黄金上周收于每盎司 4562.6 美元，周跌幅达到 9.56%， 年初至今涨幅收窄至 4.46%。 从52周的 Z-Score 来看，当前价格已经明显偏离过去一年的中枢，这从侧面说明本轮的跌势是极端的程度。作为对比，白银的表现更加惨烈，周跌幅 15.69%， 年初至今跌幅为 5.19%。 这反映了工业属性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时期往往承受着更大的抛售压力。从市场定位角度，黄金的净多头占未平仓合约的比例为 16%，前一周是 14%， 这个数据相对于过去4周和12周的水平来说，已经处于相对低位。这意味着投机性多头头寸已经被大量清洗，实际上为未来的技术性反弹减少了阻力。第10页的 COMEX 持仓数据提供了更详细的市场分析结构。图表显示，截至3月17日，基金经理的净多头为 329.45 吨，其他交易者的净多头为 178.63 吨，总净多头为 508.08 吨。虽然这个数字相比前几周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大规模平仓，说明核心的多头力量依然存在。第20页的详细持仓数据表格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来仔细分析各个参与者的行为。生产商方面，最新一期多头 97.6 吨，空头 171.6 吨，净空头74吨，这是典型的
套保行为。掉期交易商多头 106.4 吨，空头 665.8 吨，净空头 559.5 吨，这也是正常的机构对冲头寸。最关键是基金经理这一类，多头 408.2 吨，空头 78.7 吨，净多头 329.5 吨，比前一周增加了 11.5 吨。这说明专业投资者在价格下跌时反而在逢低增持，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其他账号类别，多头 249.1 吨，空头 70.5 吨，净多头 178.6 吨，较前一周减少了 18.7 吨。这说明部分资金有一些在减仓离场。ETF 资金流向数据同样值得重点关注。第21页的周度 ETF 流向图显示，上周全球黄金 ETF 出现了显著流出，柱状图中的北美地区是主要的流出来源，欧洲也有一定的程度减仓。但22页的年初至今累计流向图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持续保持净流入状态，而北美则是净流出为主。这种西方在卖东方在买的现象反映了不同区域的投资者对黄金价值的不同认知和投资策略。第23页的交易量数据显示，在价格剧烈波动期间，黄金的场内外交易量都出现了显著放大。这种高交易量伴随着大幅下跌，通常被称为带量长阴，既反映了恐慌性抛售的存在，也可能标志着一次重要的换手和杠杆清洗过程的完成。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当前黄金价格的走势确实不容乐观，但也并非没有转机。报告第6页的技术分析图表是本期的重点，清晰地显示了金价已经跌破了多个关键技术位。首先，黄金有效跌破了55日移动平均线，目前位于每盎司4932美元。更重要的是，金价还跌破了今年2月初的重要低点4403美元，创下了年内新低。这种技术性破位往往会触发程序化交易和止损盘的集中涌出，从而加剧下跌的幅度和速度。但关键问题是底部在哪里？报告明确指出，下一个关键支撑区域位于每盎司4090美元到4066美元之间。这个区域重要性在于它同时包含了2个关键的技术性要素：长期200日移动平均线和2022年到2025年上升趋势的 38.2% 的费波那契回撤位。报告特别强调，他们倾向是在这里寻找一个底部。从阻力位和支撑位的分布来看，报告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技术上的层级。报告特别警告，如果金价持续收盘于4090至4066美元这个区域下方，将会触发进一步弱势的警示信号。下一个支撑位将是2025年10月的低点，每盎司3887美元。这意味着从当前价格还有大约 15% 的下跌空间。12页的布伦特原油技术分析显示，油价已经完成了一个大级别的底部结构，正在测试每桶 121.85 美元至 125.28 美元的关键阻力区域。121.85 美元是2022年到2025年下跌段的 78.6% 费波那契回撤位。125.28 美元是2022年6月的高点。如果油价突破这个区间，上方直接到 139.13 美元之前几乎没有像样的阻力。油价持续高企会推高通胀预期，迫使央行维持鹰派立场，从而推高实际利率，对黄金构成持续的压力。第13页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技术分析更是值得关注。收益率已经突破了 3.62% 到 3.65% 的关键阻力区域和200日移动平均线。短期利率的上升直接增加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这是当前压制金价的主要因素之一。第14页的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分析则显示，这实际收益率此前在
1.6%到1.665%的长期区间下沿获得支撑，然后一路反弹，目前已经突破了55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并且站上了今年1月的高点 1.95%。报告认为，这意味着实际收益率在更大区间内正在向上摆动。实际收益率是黄金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其快速上升是当前黄金承压的核心因素。第15页的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析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现象。德国国债收益率突破了过去3年的区间上沿，完成了一个大型技术三角形突破形态，这表明全球利率中枢正在系统性上移，不仅仅是美国的独有现象。第16页的标普500指数技术分析显示，指数从2022年以来上升通道形成了一个楔形顶部形态，并且已经跌破了200日移动平均线和6522点的2025年11月的低点。报告认为，这预示着美股正式进入到一个更持久的弱势阶段。17页的美元指数分析则显示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美债收益率强行上行，美元指数整体还是比较克制的，目前站在55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上方，被 100.26 到 100.54 区间的双重前高压制。只有当美元指数有效站上 101.14 之上，才算真正完成了一个底部形态。美元指数相对疲弱，实际上是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展望未来一周，我们需要关注几个关键的市场驱动因素和经济数据发布。根据报告第5页的 Bloomberg 共识预期表格，这周将有大量重要经济数据公布。首先，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仍然是影响黄金走势的核心变量。报告强调，任何霍尔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或者紧张局势延缓的迹象，都有可能缓解能源供应的中断担忧，重建投资者信心。相反，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虽然长期来看会强化黄金的避险需求，但短期可能会因为通胀预期急剧上升而引发更激进的加息恐慌。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方面有2个关键指标值得关注。周四的初次失业金人数将提供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最新信号。周五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和通胀预期数据同样关键。如果1年期到5年到10年期通胀预期持续上升，将会强化美联储的鹰派立场。欧洲方面，周三公布英国的2月份通胀数据值得重点关注，市场预期会因为之前能源价格下跌和回落到 2.9% 左右，但报告警告，由于3月份油价的飙升，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可能会重新抬头。欧元区的 PMI 数据将提供战争对欧洲经济影响的早期信号。亚洲方面，日本政府的能源补贴可能会让2月的总体通胀放缓到 1.4% 左右，但核心通胀大概率会保持在 2.6%。澳大利亚刚刚以5-4的微弱多数决定加息后，2月的 CPI 数据可能从 3.8% 小幅上升至 3.9%。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反映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报告特别强调，尽管短期冲击可能影响黄金的近期轨迹，但多极化、地缘政治碎片加速以及持续的主权债务的担忧，更广泛的力量应该会继续支持黄金的战略作用。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在关键支撑位附近分批建仓，但务必设置严格的止损。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可以等待技术面出现明确的反转信号后再行动。无论如何，在当前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风险管理和仓位控制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今天的深度解读对你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记得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看法，你认为金价能否守住4000美元上方的关键支撑呢？
你是选择在这个位置逢低布局，还是继续观望呢？非常期待和大家进行讨论。记住，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任何投资决策都应该基于你自己深入研究和风险承受的能力。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